福建浔埔村，昔日的刺桐港连日阴雨，大寒裹挟着湿冷的海风，潜入了这座因盛产红鲟而得名的小渔村。清晨6点，正值退潮，浔埔女黄丽和丈夫黄章正在为出海做着准备。这种小巧灵活的木船被称为夫妻船，多在泉州湾内港活动，以拖网为主，退潮而出，涨潮而归。夫妻俩今天的运气不错，第一网就意外收获了在内港很难捕获的红鲟。鲟就是青蟹，但只有交配后卵巢完全成熟，呈橘红色的母蟹才能被称为红鲟。简单烹饪一下，就是浔埔人家大寒时节不可多得的美味。后面几网海货都不多，黄丽和丈夫商量去挖点海蛎。她换下雨靴和防水裤，套上自制的棉布脚套，既能在滩涂上行走自如，还能防止脚被锋利的海蛎壳割伤。浔埔村养殖海蛎的历史已近100年，复原而生的海蛎会自己攀上这种人工堆叠的石头，挖海蛎用特制的铁锥和木锤，找准角度，轻轻一敲即可。回到家中，黄丽换回岸上劳作的衣服，还梳妆起了平日里的俏丽打扮。作为福建3大渔女之一，勤劳又爱美的浔埔女，至今保留着古筝安发和簪花这样非常传统的头饰。这长至脚踝的头发留了40余年，盘头只靠象牙块和发梳固定，梳好的发髻还要盘上2串鲜花编制的簪花围，很是好看。梳理完毕，黄丽开始张罗当天的晚饭。浔埔人拿红鲟做主食，最常见的就是和大米同煮，什么佐料都不加，吃的就是原汁原味。红鲟腥气高，生切容易断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冰箱冻一会儿，再拿出来处理。鲟先用芝麻油稍稍煎香，然后重新热油，下姜碎炒一会儿。再倒入事先淘洗干净的米、酱油和料酒，加水没过。最后铺入红鲟，待锅里煮沸后，抽出一点柴火，盖上盖儿，焖个20来分钟。焖到尾声的时候，在木盖上加1碗凉水，这是黄丽母亲教给她的小妙招，可以防止锅内的米饭烧焦。开海蛎和挖海蛎一样是技术活，不过对黄丽他们来说，这已经是最简单的日常工作了。海蛎开出来后，加盐用水冲洗，以漏勺舀起海蛎肉，让外壳碎渣沉到盆底，如此重复2次，沥干水分，就可以用来煮汤了。先在水中放一点姜片，烧开后搁一些黄瓜，煮至沸腾，
然后在地瓜粉中加入海蛎和水拌匀。用小勺舀入锅中，煮至浮起，最后撒入盐和葱花，鲜美的海蛎汤羹就做好了。靠海吃海的渔村人有信奉妈祖的习俗，黄历空闲的时候，都会去村里的顺济宫进香，祈求家人平安健康，日子风调雨顺。来自大海的馈赠，涓涓不止。